小天才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好人，竟然也有底牌啊！好人当然有底牌，好人的底牌就看怎么用，给谁用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洪玉总，如果你赢了的话，接下来你怎么做？可能别人眼中的你，只是在复仇吧。但是我眼中的你，除了复仇，还有别的要做的事情，对吧？你能直白一点吗？我有点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们聊一聊这4%的事情。太好了，就是这个节奏才舒服嘛。聊聊吧，把这4%给我，我需要付出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非常简单，就是换回美食街的重新开业。没了。没了。这4%关乎到丽森、百叶还有博斯的生死，你就这么简单的就给我了？就这么简单。还记得我说的吗？我觉得你是好人，成为坏人很简单，但是承认自己是好人，好像对你很难。但是想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，好像很难。你就是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签合同吧。各位，博思股权争夺战发生逆转，英宇科技今日宣布成功收购4%。我听说美食街要重开了，雨次，你的心愿终于达成了。陈梦，谢谢你。我觉得很高兴能认识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一直都会在黑暗里面，一直愤怒，一时不甘，一时执着。但好像因为你的出现，我好像觉得我也可以站在阳光下。雨次，还记得我跟你讲的那故事吗？那个小男孩，他在失去父母之后，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独自活下去。但10几年过去，他好像发现，回首看这条路太孤独了。
所以他想尽自己所能，帮助到别人，不让别人像他那样在痛苦中挣扎。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他不希望自己心爱的人一个人走过这段孤独的路。你知道我无数次想过你在病床上的样子，我就特别害怕。我知道你有你要完成的事情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我都想陪着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夕阳下落的时间只有600秒？不知道。我希望在将来，每一天的这600秒，我都能陪你一起，感受每一分每一秒。李思，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就问问。你想干嘛呀？你不会是想给我惊喜吧？给你什么惊喜啊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过生日，你别费劲了。为什么不过呀？你以前不过行，现在跟我在一起都得补上。为什么呀？我就希望你以后每一年每一天都可以幸福、快乐、平安。别人有的，咱们也得有。好喽。我跟他说点事儿。好，工作啊。来，大家伙吃西瓜谢谢彭伟总信守承诺。是我要谢谢你才对，要不然是你那4%的话，我也不可能反败为胜啊。哎，小天才，你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我想过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！真是太我啊！但是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绝对是干得更好，对不对？这回小事情再看一张，咱们就成了。你想过和丽森联手吗？小天才，如果说你打的是这个主意的话，拿着你的4%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我就是死也不可能跟蒋东潮合作的。我说的丽森不是蒋东潮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只是在并购这件事情上，如果李森输给了殷宇，第一责任人是蒋东潮，因为当初是他极力建立并购基金的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把蒋先生请出李森？对你来说，也是最好的时机。
可以让蒋东潮滚出李森，我当然愿意考虑和你，或者说是和厉万成合作。咱们美食街重新开业，可得保持好原来的水平啊！好多老顾客都一直惦记着回来呢，啊，对吧？对，大师说的对，只有努力啊，好好做，怎么办？反正就一句话，感谢陈医生。谢盆宇这个后手，是不是来得太突然？你不好奇，那4%是谁给的？不用猜，我都知道，一定是饶宇慈。饶宇慈一定知道要关停美食街的人是我，我是冲着他来的，所以美食街再次亮灯，一定是饶宇慈所为。所有的人都认为饶宇慈是天才，但我认为他是疯子。我白亮亮和饶宇慈是一样的，他能想得到做得到的，我也能想到做到；他想不到的，我也能。奶奶，那4%是哪儿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蒋东潮知不知道？如果蒋东潮知道是饶宇慈在背刺他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那你告诉奶奶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不是要跟蒋东潮合作吗？这就是最好的礼物。老师，并购博士的事儿，您不是答应我不插手吗？可现在为什么改主意了呢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东潮，你想多了。我一直想和你合作的，当时我一早的你说我宣布出去，那爵士要是知道了，他生气了，会是什么后果啊？这对局势的稳定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所以，博斯跟百业先联手，然后再加上你的持股，那这个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掌控在我们的手里啊！最关键，现在你应该知道。谢盆宇的那4%是从哪里来的？谁给的？我今天送你一个大礼，亮亮。蒋先生。感谢蒋先生之前对我说的话，让我重新思考了我接下来的人生方向。冼鹏宇那4%博斯的股份，来自于一家香港的基金，名字叫密码桶基金。这家基金的控制人是吴志策，也有人称他为大师。他还开了一家新康治疗中心。饶宇慈也跟他很熟。这个女孩子不仅害死了我们家木然，把你也耍得团团转。记得蒋先生曾经说我太自作聪明，自以为可以看懂所有的事，制定所有的计划，摆弄所有的人，却不知道这背后到底蛰伏的是什么人？亮亮，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是吗？可以参透所有事，制定所有计划，摆弄所有的人？但大家都很聪明啊。你的好朋友饶宇慈，就比你聪明。今天历史重演，蒋先生，这句话对你也同样适用。饶宇慈设计了所有的一切，不仅仅是我，您也在他的计划当中。蒋先生，
你也是一只被算计的黄雀。你总说我在空谈理想，但我一定会让你看到，我绝对不是在空谈。厉先生，今天您约我过来，不要有什么顾忌啊。有什么想法，咱们可以敞敞亮亮的谈嘛。并购博斯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局面，我本来也应该向您汇报的。我就知道，我没看错人。董超，还是你理解我。哎呀，厉森从创业到现在，我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，能守住这个基业不容易。所以，当你要并购博斯的时候，虽然风险很大，但是我没有反对，因为我知道你跟我一样，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并购，让厉森有一个飞跃的机会。厉先生能够理解，董超心存感激啊。可是现在这个局面，我有点为难了。因为你想，你当着所有股东的面保证过，你成立并购基金，不就意味着一定要把并购博斯的这件事做成吗？可是现在，你说那么多的股东，我怎么去面对啊？我实在是太难了。要不然这样啊，你看，你暂时退一退，将来时机成熟了，我再把你请回来。另外，再给你一笔钱，专款专用。谢谢厉先生。可是这样会影响并购吗？如果李森输给了殷宇，第一责任人是蒋东超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把蒋先生请出李森？对你来说，也是最好的时机。抱歉，厉先生，将来蒋先生在不在厉森，我并不关心，我更不想参与。白小姐，其实你早就身处其中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有关联的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蒋东超还在，以他的经营理念，你和于培东看中的这些项目还能顺利推进。厉先生啊，其实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您做出这个不得已的决定，我特别能够理解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也是为了保护我。不过您放心，现在一切都处理好了。
我已经和百业达成合作，收购博思，一成定局。饶宇慈设计了所有的一切，您也在他的计划当中。你也是一只被算计的黄雀。玉慈啊，晚上下班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啊。来，小陈。现在加吗？哦不，再等会儿，别紧张。我自己想做生日蛋糕，就是想给雨慈个惊喜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好。没事儿，你就是做不好，雨慈也会特别开心的。女孩子嘛，都是喜欢男孩子花了心思的。哎，对你，哎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我去。姚小姐，蒋先生在房间里等您，我先下班啦。好。进来。蒋先生，您找我。大家都走了。都走了。玉慈啊，你这一回丽森就马不停蹄的忙碌着，真是辛苦了。我一直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上山的路要靠自己走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当啊。你的理想主义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大，这特别好。不过你有没有发现，它有的时候也会让你变得过于自负。自负的外在表现，就是你觉得任何人你都可以招惹啊。好了，无需的话就说这么多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算一笔账。饶宇慈，你说命运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？疼吗？还记得你对我做的吗？对不起。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不要你说，我不要。是你提醒了我，我们俩是一样的，一直得不到的答案，一直得不到的爱，才是你心里最痛的。我一直在找我父亲的答案，
你不也一样吗？你不一直想知道饶书生为什么那么厌恶我吗？有些往事，你该知道。叔叔，雨慈入院的所有材料我都准备好了，委托人协议我也签好了。麻烦你了，亮亮，帮我看书房吧。饶雨慈，本来你应该有个兄弟姐妹的，但是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吸收了另一个胚胎，这是我在你爸爸的日记里面看到的。你的出生给你的家庭带来了痛苦，你活着，但你爸爸却失去了另外一个孩子。他只要看到你，就会想起那个孩子。恭喜你啊，是个女孩。这个胎记，就是另外一个孩子留在你身上的烙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爸爸所有的痛苦都源于你？我一直期待着我们见面的这一刻。有一次，我也想看一看，你是不是也会害怕，你也会恐惧啊？就像你逼死我们家木然那样。都说，人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觉得这句话是空话，就像你啊，你们两个小姑娘之前在我这儿吵吵闹闹，搅得我们不得安宁。你以为那4%能左右战局，成为胜负手啊？你真是太天真了。资本的游戏不是小孩子玩的。只要我跟蒋东朝联手，再加上杨静万的股份，你那可怜的4%连个浪花都激不起来。别太自以为是。
你可以去报警，现在就可以。但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陈默、于沛东，整个投资3部，还有你的父母。你可能并不在乎他们，还有那个聋哑人开的小破店，我会一个一个的去收拾他们。不管我蒋东潮在什么地方，我都能做到。今天只是给你提个醒，有些事碰不得，有些人绝对不能去招惹，知道吗？饶宇慈，你不是会做局吗？今天的这个局，我们3个人都看到了你情绪不稳定、发病的全过程。阿姨，我去雨丝公司看看。啊，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喂。雨慈他爸爸醒了。